6月8號凌晨呢，伊朗革命衛隊呢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3輪的彈道導彈，主要打擊目標呢是拉馬特、大衛空軍基地。以色列的海法等地呢立刻拉響防空警報，城市里不断傳來爆炸声。這是4月8號的美伊停火協議生效之後，伊朗第一次主動對以色列進行軍事打擊。事件發生之後呢，敘利亞、伊拉克迅速關閉本國的領空。以色列方面表示，已經攔截了至少10枚來襲導彈，並放出強硬言論，聲稱要讓德黑蘭燃燒。一夜之間，中東本來就脆弱的停火局面徹底崩潰。大家好，我是謝飞啊，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這次的停火協議應該說是來之不易啊。這個4月8號呢，在巴基斯坦的這個斡旋調解之下，美伊雙方呢按照10點方案達成了為期2週的一個停火協議。根據協議規定呢，伊朗呢將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而美國呢則停止对伊朗的這個軍事行動。但是該協議先天它有一個 bug， 有個漏洞啊，什麼呢？就它是美伊雙方的共識。以色列虽然表面上表示支持，但是却特意划定了例外。即停火協議不適用於黎巴嫩戰場。那這就意味着以色列呢，從一開始就在為之後的軍事行動留出充足的空間。在協議簽訂之後的2個月裡邊呢，以色列並沒有停止軍事行動，反而什麼呢？加大了對黎巴嫩的打擊力度。你看，以軍呢就發動了永恆黑暗行動，對貝魯特南郊提尔等地的真主黨的據點進行了這種大規模的空襲。造成了很多平民的傷亡。那伊朗呢，曾經多次對以色列發出過這種嚴厲的警告，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軍事侵略行為。但是以色列方面他一直也不予理會。6月7號，以色列軍隊呢對貝魯特南郊進行了個猛烈的轟炸，然後呢就把這個伊朗給逼到了絕路了，從而引發了伊朗的反擊。那麼在這次的軍事打擊之後，伊朗革命衛隊呢發出了一種強硬的聲明，表示此次打擊只是一個初步警告，如果以色列繼續推進這個侵略行為，伊朗的反擊範圍將會擴大到整個的區域內的所有的美以的軍事目標。伊朗的武装部隊中央司令部指出說以色列呢在美國默许和縱容之下，多次違反停火協議使用這種違禁武器，已經觸碰到了伊朗的紅線。那伊朗的議會議長卡利巴夫呢直言不諱地說伊朗當初同意停火條件是全線停戰，但是美國和以色列呢卻違背了這個承諾。那伊朗的這次軍事行動呢，它並不是這個一時的衝動真主黨是伊朗呢在中東深耕這個幾十年的一個重要的代理人，也是呢伊朗所建立的中東的抵抗轴心當中的一個重要的一環。如果說真主党遭到以色列的這種嚴重的打擊的話，那麼伊朗花費数年時間建立起來的這個中東戰略布局就会受到嚴重的破壞。其中呢，這個它在中東地區的盟友體系也會失去公信力。所以這已經不是單純的地區影響力之爭了，而是直接就關係到了伊朗是否能夠繼續掌握中東地區事務的這個發言權。如果因為一場仗，對吧？伊朗本土都還沒有完全跟美國交戰敗了呢，对吧？現在呢，他還稍微佔據點這個博弈的這麼一個話事權呢，還掌握着很多的籌碼，跟美國還能再叫板2下呢。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一旦把自己的盟友失去，使得這場仗打了之後呢，在中東的這個話語權完全喪失的话，對伊朗來說他們會覺得有點得不償失。那麼突然爆發的軍事衝突呢，使得本來已經出現轉機的美伊談判徹底破裂了。之前呢，美國已經對外表示說雙方呢即將達成最後的協議，結果呢，這次的軍事衝突就打亂了所有的談判的計劃。那美國急於達成協議是為了什麼呢？穩定這個國際油價，增加外交政績，以及回應國內選民的要求。畢竟中期選舉快開始了嘛，所以呢，衝突爆發之後呢，美国總統特朗普第一時間表態呼籲和解，並且刻意強調伊朗的導彈襲擊沒有造成人員的傷亡，一邊呢勸阻以色列不要進行報復，一邊喊話伊朗，希望雙方馬上回到談判桌上。這美國一個戰爭的挑起者、發起者、侵略者，現在變成了和事佬变成了這個中間勸架的人了。
但是美國的勸和表態沒有得到以色列的回應啊，衝突爆發幾個小時之後呢，以軍就展開了大規模的反擊，對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設施進行了空襲，德黑蘭啊、伊斯法罕啊，包括卡拉季啊、这个大不里士等地呢，都傳來了爆炸聲。以色列強硬的態度背後是國內困局的脅迫。目前以色列的這個內塔尼亞胡呢，正處在貪腐司法的這個漩渦當中，長期處於戰爭狀態，可以有效的延緩司法的審判進程，從而成為以色列規避國內危機、維持執政地位的一個政治的工具。那目前呢，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這種緊張局勢正在不斷的升級，伊朗呢已經做好了全面戰爭的準備，並揚言要進行更大規模的反擊。以色列呢擁有多種的這種層次的一個報復的手段，可以隨時升級攻擊。那胡塞武裝呢也在緊隨其後，宣布重新封鎖紅海以色列航運通道，從而呢加劇了中東地區的緊張局勢。三者沒有退路，伊朗呢不能放棄自己的核心盟友體系，以色列呢不能在國家安全問題上示弱，美國也不願意讓自己的停火協議完全失效。那目前的局面已經到了各方僵持不下、互不相讓的地步。停火很容易，但是要實現全面停戰就很難了。那接下來幾天裡邊，這個中東局勢的發展將會決定中東是否回到談判桌上，或者是否陷入一場新的大規模的戰爭之中。我們也會持續的為大家來關注和解讀。好了，感謝收看今天的謝飛觀察，希望各位能點個關注。我們下期節目再見。